在那个去上海的路上啊，这次去上海大概半个月，因为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啊，哎呀，我跑得太厉害了，这里跑跑那里跑跑，啊，每一集都是去不同的地方，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们看的其实是很滞后的这个片子啊，大概现在最近有大概10天左右的滞后。所以其实我是在香港待了差不多，如果是从台湾这里看起的话，大概有10几天。我回到香港10几天，然后呢，最近牙齿疼啊，飞到上海去把这个牙齿弄啊。因为在香港呢，这个看牙医呢很麻烦，排队排得特别的长。如果你是公立的话啊，那如果你是私立的，你是走那个私立的牙医呢？首先价格很高，然后呢，服务我觉得也不是很好。但在上海呢，我上一次看那个牙医是非常好，弄了我几颗牙齿呢，就是非常仔细的。我觉得这个医生啊，主要你看牙医，也看得好的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医生要特别好，医生不好呢，什么都是假的，你知道吗？这个对你做的不仔细呢，很多时候啊，这旧病就会复发。我之所以弄了3颗牙齿，就是以前去看了一个很不好的，就是福建帮的那个私人牙医，然后呢，搞到后来呢，这个牙齿啊就一直没有弄好，一直有问题，然后这个牙龈一直发炎，然后一直肿起来嘛。所以呢，这次呢，我就说看了这个医生啊，这个是在上海的一个医生，他做的很仔细。这个牙齿就是抽牙神经，那么5、6次都要做好了。然后在深圳呢，我就不信任他们，为什么呢？深圳速度嘛，你知道深圳速度这个有多快吗？一次性全给你搞好，你相信一次性能把你这牙齿全搞好吗？所以我在想，以后要出国的时候啊，牙齿是第一重要的。你知道我阿姨就住在法国嘛，她为了弄这个牙齿。就是法国贵，比利时那边有一个牙医，就比利时那个牙医比较好，然后就3天2头到比利时去看牙齿，看了3万欧元，都没看好，而且他们去种牙齿种了很多钱，然后都没种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牙齿就一定是在中国这个看起来就是还是比较便宜、比较靠谱的，而且。你找一个好的牙医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你要找一个最贵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个好的牙医。我的建议是绝对不去，就是说就是不会轻易的去把这个牙齿拔掉，哪怕你的医生说，你这颗牙齿保不住了，那我一定就是说会坚持，就是说你给我稍微保住哪怕这个是要抽神经了，或者是哪里坏了，你尽量把我这个牙齿给保住。那么以后这个如果坏的更加严重了，全部烂光了，那你可以把它拔掉。那如果就是说很多地方蛀掉了，那么就打磨一下，然后重新修一修，还是可以用的。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个牙齿不会寿命太短。最近你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全国在这里全国的这个飞机都晚点，晚的不是一点点，是非常晚点。昨天我本来是昨天的飞机就被取消了，那么现在就是说取消了，给我重新订一个飞机，早上6点半，我说不行，我必须要重新订飞机票，订到早上12点，对吧？那么今天总算天气好一点了，可以这个正常飞了不然的话我们好几次从台湾过来，然后到达这个地方到达香港晚7个小时，对吧？去台湾的时候晚了4个小时。我妈最近一次也是的，从上海飞也是飞深圳，我记得
晚点，也是第一班飞机取消，到了第2天才飞。最近这个天气实在是不好，这个天灾特别严重。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你看那个天气啊，简直就是要塌下来一样的，所以感觉呢就是很压抑的。最近呢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啊，就是说国内的经济啊不好，对吧？然后美股呢又是大跌啊，这个种种的这个迹象就说明这个是国内的经济跟国外的经济其实都不好。我觉得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因为国内的经济不好，是因为没有生意做，出口一塌糊涂啊，就是说白了就是美国就是把我们这个加很高的关税，说白了其实就是不让中国再进行加工了。那么中国这里呢就是失业了，人呢很多以前在老外的公司啊，对吧？他们经营啊、生产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像美国这种就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啊，他自己呢。就是这些东西啊，之所以之前就是说拿出来外包给其他国家做啊，就是这些东西在他们的产业里面是属于落后产业，就是说人家不要做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生产啊、加工啊，包括这种机械加工也都是这种先进国家，就是说它的人力成本太高嘛，他们是不要做的。那么你拿来给中国做，当时呢就是说中国等于说就是靠了这个制造业，就是能够赚一些钱。那么现在你不给中国做了，反而还没人做啊。那么这就是美国，就是还有西方的一些，就是欧洲这些国家现在面临的困境，你还没人给你做。他们本国呢，就是说，通货膨胀太厉害，这东西其实是很多的产业，就是说人工成本是很高的。自己国家呢，就是说要花更大的这个人力成本去做这些产品或者这些服务啊，就把原来的那一块呢，就是想抓回自己国家做。但是呢，其实这些东西、这些产业呢，就是说他们国家就是不愿意做，才会外包到其他的地方来做的。那么你说你要培养印度，你要培养越南，也不是说一朝一夕啊，你能够就是马上培养他们做得起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数控加工啊，对吧？他们自己在那个就是西方国家，他们是不愿意去做的啊，因为成本太高，要求也很高，而且投资也很大。那么本来就是这些加工都是给中国啊这种亚洲地区的这种不是那么发达的国家来做的。那你现在就是说你把这些工作收回了，比如说制药产业，制药的原材料都是中国做的啊。那么制药公司赚的不是原材料的钱，而是这个药做出来以后，它可以赚取更大的利益。没有一家制药公司想把这个怎么制作原材料把它拉回国内来做，也没有人去愿意投资这一方面啊，因为投资成本大，对吧？产生的效益呢是很有限的，利润呢是很薄的。本来这种工作都是亚洲地区人做的，那么你要拿到越南、拿到印度去呢，还不现实，因为你拿到越南、你拿到印度去，就是说印度人、越南人也没有本事一下子就是说把这些产业就是接到他们手里来，包括他还有上下游的产业的接到手里来做，所以呢，现在就碰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全球经济都大崩溃，那么就是说，你硬生生的把这条这个供应链啊切断了，所以美国呢就通货膨胀，什么东西都贵，啊，原因也是因为发印钱，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物、商品没有办法流通了，什么东西就变贵了嘛。那么中国呢也是一塌糊涂啊，就是大家都没活干，接不到订单啊，这些原来干活的给你做加工的这些人，对吧？给你服务的这些人，全部都是没法做了啊。那么等于说把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硬生生切断呢，现在的这个负效果啊，就是最坏的效果就反映出来了。那么我觉得就是现在整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坏处，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事情，因为这个体制在中国这个体制加上美国这个自由的这个体制是
别人是无法容忍的，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些规矩啊，或者中国的这些规定要求啊，是别人无法容忍的。那么你就造成了一个，就等于说是全球的这个产业链大切断的一个情况。哎呀，这个事情呢，最终倒霉的就是说，全球经济这个样子就是分裂分割了。最终倒霉的，我觉得啊，还是就是一些老百姓。你看，在美国呢，就是说最近就是很多人都是就是说在美国待的都待不下去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涨价了啊！你想原材料涨价了，然后就什么东西都涨价了啊。那么在中国呢，就是说开始就是不停地在通缩啊，然后呢，你这个人民币跟美元这个原来的这个比较固定的这个汇率呢，我觉得也很快是坚持不住。那肯定到最后啊，有一方就是说失败了啊，败下阵来了。我自己的判断，一般来说就是像中国，它一定会失败的，因为人家美国跟欧洲啊是甲方啊，你就当是一个大生意好了，甲方不给饭吃了。甲方只是说现在我找不到就是代替你的人，但是不代表我永远找不到，我只要稍作培养，过个几年我代替你的人我就找到了。而这个一旦就是说我找到代替这个行业的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就是这个产业，对吧？就是对吧？这个加工的产业，那么就以后都将不需要你这个乙方的存在，就是说啊，中国好比是乙方，就是对吧？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卖到美国、卖到欧洲、卖到全世界各地去的。工厂啊，可以搬去任何地方，只要给点时间，人家坚持一下，对吧？这个厂是可以搬到任何的地方去，包括能搬到印度去，搬到印度尼西亚去，对吧？搬到越南，搬到泰国，啊，总有办法解决的。这个事情不是说无解，因为技术也是掌握在西方社会的，啊，那你一定要跟西方社会，你要是对抗呢，人家呢就是，其实大家啊都不用讲什么道理，啊，谁的拳头大，就谁说的算。你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你跟我讲什么，什么东升西降啦，或者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啊，这些全部都不用讲。现在就是说谁的拳头大，就谁厉害啊，就是谁说了算啊。现在明显就是西方还是联盟，是吧？你中国只是一个啊，而且周边的国家都不一定是跟你同心的，你只有几个国家，你这朝鲜，对吧？还有那个。俄罗斯还不一定是同一条心的啊，还不一定是一条心的，所以呢，就只有几个国家啊，还有伊朗跟你是好的，而且问题是你没有办法从这几个国家那边得到任何好处，而西方不一样，西方他们以后就是说他们会联合在一起，那你就很头疼了，说白了就是条死路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啊，你如何对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现在就是已经是断崖式下落了，但这个断崖式下落是没有底的，你一直会下落到等于说是下落到朝鲜这个程度，你等于说落到无处可落了，人家制裁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来制裁你了。好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已经是万劫不复了。已经有半年已经没有到上海来过了。这次回来啊，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我现在发现啊，机场上面整个都充斥着那种电动车的广告啊，林肯的，还有什么国产的这种电动车的广告。这种国产的电动车啊，就是安全完全没有保障啊，开出去有时候真的是会出事情。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方，交通规则都没有明确的地方。你说你开个电动车出去，还要让它自动导航啊，
你说会不会出事情？因为现在这个车子啊，越来越，它要搞得很智能，但是你很明显，你这种交通规则跟欧洲的交通规则，跟美洲的交通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无数个人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那你觉得会怎么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说你搞个电动车，外部环境也不行，内部的那个质量也不行。那我觉得就是说，虽然说看上去好看很多屏幕，这种是很容易做到的。整一个车里面很多的那个屏幕，像什么大屏幕就等于说在你的面前全是屏幕，这种东西没有什么难度的。多装几个屏幕谁都会做的，但是问题是你真的是你这个车里面到底是不是保险，对吧？保险杠，比如说是不是牢靠然后里面的钢梁，整一个车架是不是够牢？如果撞了变形了，会不会导致就是说很严重的后果？这些我觉得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你不安全，你好比这东西很好吃，吃了以后都会中毒的，都有毒的。那你吃它干嘛呢？你懂我意思吗？就跟这里的食品是一样的真的是跟这里食品是一样的，东西很好吃，对吧？吃的就是很鲜很好吃，对吧？吃的不肯放，然后告诉你这东西里面是放了一滴香的你是怎么吃都是香的，因为里面是放了科技与狠活的。我算是回家了，总算回到家了。回到上海的感觉呢，总归是挺舒服的，挺好的。继续刚才说的那个话题，我想因为刚才我想到了这个事情，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能源车，我真的觉得不太值得去买因为你单单看我刚才随便看了一下比亚迪电动车平均每天，对吧？有10辆就是烧起来，自燃起来，你说多厉害吧？然后未来真的这是更加不可靠了。未来这个断轴门3天2头，这个车开着，横向轴给断了，没法买中国的电动车实在是有时候你觉得哇很漂亮它这个像蔚来我也做过，比亚迪我也做过。蔚来里面这个中控板这个中控屏幕大得不得了，看上去做的又高又舒服当时我在欧洲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租了那个领克，现在想想都有点害怕。你开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的你觉得哇，我搞了一辆新车，这个新车很舒服，开起来有各种各样的显示系统，各种各样的那种系统各种各样的就是自动的这种系统。但问题是它的这个发动机，它这个主梁发动机都不过关，那就倒霉了包括它这个，如果你是电动车，一定是涉及电池的嘛，你这个电池没法稳定的工作，对吧？它太热了，它就要烧起来了，逃都逃不掉。我随便搜的我跟你说，我随便搜一搜未来走火，对吧？比亚迪平均每天自燃10辆，然后这里还有比亚迪什么老总什么道歉啦什么的，对吧？这明显不是一个事故是很多很多事故，特别是那你看汉 EV 碰撞后起火，这个车稍微碰一下就起火了，如果你没逃掉就爆炸了，人就都不在了。我也不是说单单是就是国产的电动车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进口电动车也一样，它这个技术实在是不成熟。然后电动车呢，我这次我上一次就是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而欧洲充电又很贵，对吧？你在家里面充电你是很便宜，但是你只要涉及到长途旅游你长途的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你比如说你在欧洲，你这个路程都是100-200公里的，200公里路，开是很快的。问题是你200公里不到，我要加油了，我这个心态我就不行了。因为我比如说我看到我这个油，比如说这个电瓶都快要到底了，
电跟油不同啊，油我可以啪啪啪，我叫一辆车，我再去装个1升油，喝一罐可乐装1升油倒进去就完了。电不行啊，电你必须得拖走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肯定会有焦虑，耗尽电力的时候，你肯定有很大的焦虑，然后你就赶紧冲过去想要加油，就是充电。然后这个一充电呢，时间也不算了，价格还很贵啊，价格跟油费一样，在欧洲我觉得啊，你是快充的话，价格跟这个是一样的啊，跟那个加油其实差得不远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那你说特斯拉，它还是有它的，就是它还是有它的特点，它马上就要发布那个 FSD， 现在已经是 FSD 在试用了嘛，就自动驾驶系统。那还就是说你还有个特点，对吧？那如果我是去买这些其他的这些电动车，它是完全没有特点啊。我坐比亚迪，我好比坐在一个炸弹上面一样的啊。哪一天什么时候它的电池用到了3、5年以后，哗一下子起火了，我人生都有产生安全隐患。还有特别是我一个人还好，如果家里面人呢，家里面有父母小孩。大家都坐在这个比亚迪上面，对吧？你逃都来不及逃，有时候它电池起火是非常快的，特别是锂电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等于说你坐在一个炸弹上面，也别说是炸弹嘛，你坐在这个油箱上面，没有办法就是规避这些风险嘛。包括特斯拉也会起火的。前一段时间台湾那边就是特斯拉撞在那个立柱上面，不是有个明星嘛，然后当场起火，这个特斯拉就报废了嘛。你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有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如果要买电车，我觉得你就买特斯拉就算了，因为它是里面我所收到的里面起火是最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起火的，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都不怎么值得买的。哎呀，反正我是到家了，我这一段视频是我从飞机场出来以后。我回到家，我就想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啊，还是讲一讲，因为我觉得电动车很多人都说觉得好像新能源了，电动车很便宜，你坐滴滴打车，你坐计程车，你坐电动车，但是如果让我买一辆电动车，我觉得一个充电就很麻烦啊。你不要看那个滴滴打车，就是那些出租车司机，他们都到特定的地点去充电的。不是说我对这个新兴产业不信任，我是感觉它还没有发展成熟到这个地步。那么如果我能用油车的话，我只要2分钟我加油我就走了，哪怕是贵一点，对吧？但是我的时间成本就节省下来很多。但是我如果是用电车呢，你就得硬生生在那边等上半小时甚至1小时，对吧？而且它也只能充到80%的电，就是快充也只能到80%，后面就变慢充了，是一种很鸡肋的事情。当然你节能环保 OK，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你充电的这些电发来电都是烧煤烧来的，那么你何来的节能环保呢？那你就没有节能环保。电动车我觉得发展还没到位，还不如人家氢能源车呢。那氢能源车这又是不同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氢能源车完全就是氢气跟氧气产生反应变成水，那是完全不产生任何污染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原材料哪里来？这个氢气从哪里发出来？还不是烧了煤的那个烧电的那个发电厂，对吧？烧煤的发电厂产生电，电再把这个水分解了以后产生氢跟氧，那么氢气你储存起来，你烧煤的这个过程没有那个去掉，那你何来的节能环保啊？所以现在的节能环保这个理念，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上下游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全部都是虚套啊。不太可相信，因为你稍微动一动脑筋，你就知道虚的啊，就是很多就是政府，不单是中国政府啊，美国政府、欧洲政府也一样，为了搞点业绩，为了让公众信服，对吧？信服你这个政府，对吧？然后搞了很多的虚套出来，对吧？然后你自以为是节能环保了，但是其实完全没有节能环保。反正谢谢大家的收看，
过段时间我再录视频啊，先把这个牙齿看好。